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解读《道德经》第74章：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在古代，生与死一直是社会治理与个人修养中最深刻的主题之一。老子在开篇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：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换句话说，如果人们并不害怕死亡，那么统治者又怎么可能用死亡来威胁他们，从而达到治理和威慑的目的呢？这不仅是对生死的哲学思考，更是对权力与制度的一种深刻批判。在这一章中，老子一方面指出死亡本身的自然性，另一方面也在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权威并不是通过恐吓或惩罚来维系的。如果老百姓不再畏惧死亡，那么所谓的死刑、威胁、酷刑就完全失去了意义。继续往下看，老子又说：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，吾得直而杀之，孰敢？他的意思是，即便统治者让民众习惯于害怕死亡，再通过惩罚去震慑那些胆敢犯上作乱的人，确实能够起到一定作用。可是这种方法真的可持续吗？真的能长久维持秩序吗？老子随即点明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道理：常有厮杀者杀。这里的厮杀者可以理解为天地间自然的规则，或者说是天道，生命有生必有死，这是自然的秩序，是不需要人力去过度操控的。而当有人试图代替自然、代替天道去随意决定生死时，就像他接下来说的那样：夫代厮杀者杀，是谓代大将拙。大将就是最精妙的工匠，拙是指用斧凿木。如果有人不懂工艺，却硬要去替代大将挥斧，只会弄伤自己。这一比喻非常生动，它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人类的权力和制度，若是妄图超越天道的自然运行，就必然会遭遇反噬。我们可以从这几句话中提炼出两个核心要义：第一，治理社会不能仅仅依赖惩罚与死亡的威慑；第二，个人和制度都要敬畏自然规律，而不是去篡夺或替代自然的作用。把这个思想放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，我们会发现它依然有极强的现实启发。我想从社会制度和个人修养两个角度展开，先从社会制度谈起。在当代社会，法律与制度确实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工具。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的基本运转，都离不开法律和制度的约束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一个社会过分依赖惩罚，把惩处当作治理的核心，而忽视了人们的生存条件与心理需求，那么这样的制度虽然表面上看似威慑力十足，实际上却是岌岌可危的。因为恐惧本身并不是稳定的基石，它只能在短时间内维持秩序，却无法让人真正心服口服。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能看到这样的例子，比如有的国家法律极为严苛，几乎每一项犯罪都会配以重刑，甚至动辄以死刑来维系社会秩序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犯罪行为依然存在，有时甚至更加隐蔽和激烈。原因其实不难理解，当人们生活在极度贫困、压抑或不公的环境中时，他们的基本生存尊严被剥夺，生活中没有希望，死亡反而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结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严厉的惩罚都失去了威慑力。老子所说的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，正是这种现实的写照。你想用死亡来恐吓他们，可是他们本来就不怕死，那么死亡也就不再是有效的工具。这其实触及到了一个治理的根本逻辑。如果想要人们遵守制度，就必须让人们觉得生活值得珍惜，必须让他们觉得规则背后有意义。换句话说，制度要想稳定运行，依赖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强制力，更需要内在的认同与信任。当社会能够提供基本的公平与安定，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保障，他们自然会愿意守法、遵守制度。在这种情境下，不是被迫的，而是自愿的。反之，如果社会长期存在严重的剥夺与不平等，让人们感到无路可走、无力改变，那么即使刑罚再严酷，也无法阻挡他们的反抗。到最后，秩序的维系就会出现根本性的危机。我们可以从现代社会的实践中找到佐证，比如一些社会在刑罚体系上非常严格，
但如果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严重失衡，人们看不到向上的通道，看不到公平的机会，他们对生活的失望就会逐渐积累。这种失望一旦超过阈值，就会转化为愤怒和抵抗。到那时，即使把刑罚再加倍，也不能阻止社会矛盾的爆发。人类历史上不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，其实都源于此。表面上看，是因为民众违背了制度，实际上是因为制度先背离了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。老子在这里的智慧就在于指出了一个深层的规律，他提醒我们，不要把社会治理理解为一场单纯的威慑博弈，因为天道自有其秩序，生命有其自然的节奏。统治者如果试图以人为的方式强行掌控生死，代替天道的运行，就如同一个并不懂木工的人硬要拿起斧头去雕刻木料，带大匠琢的比喻，形象地揭示了这种冒失的后果。你可能一时觉得自己掌控了局势，实际上却很快会因为技艺不足而伤到自己的手。这句话不仅仅是比喻，更是一种对社会治理的深刻警示。它提醒我们，人类的力量不该僭越自然规律，制度也不该过分僭越人性的规律。换句话说，社会的根基从来不是恐惧，而是人心。你可以用刑罚来吓阻一部分人，但你无法靠恐惧来让所有人持久的服从。真正的治理之道是在于如何让人们心安，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价值，未来有希望。只有当社会提供了这样的底层保障，制度才会真正稳固，秩序才会自然成型。在今天，当我们讨论法律与刑罚时，老子的这段话依然有极大的启发意义。我们可以理解为，刑罚固然必要，但它只是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不能成为治理的全部。制度要发挥作用，更需要在公平、保障和尊严的基础上建立认同，否则就会像一个生硬的匠人，徒有锋利的工具，却没有匠心，最终只能弄巧成拙，伤害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整个社会自身。再说个人修养，表面上这一章在讨论治理和惩罚，但换个角度，它同样是在提醒个人如何面对生死与权利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会试图掌控一切，甚至妄图掌控他人的命运与选择，这其实就是一种待厮杀者杀的心态，把自己放在了不该承担的位置上。比如在家庭关系里，父母有时会觉得自己有权完全决定子女的道路，甚至以一种绝对的控制来代替孩子的自由成长。在职场中，一些领导会习惯性地用威胁、压迫来驱动员工，却忽视了员工内在的创造力与自主性。这种做法短期内也许能维持表面的秩序，但长期来看只会让关系失衡、信任破裂，最后反噬自身。因此，从个人修养的角度，老子其实在告诫我们，要学会谦卑和顺应。生命有自己的节奏，他人有自己的轨迹，我们不能僭越天道去强行掌控。真正的智慧是在理解自然法则之后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。就像一个好的木匠，他不会去硬切木料，而是顺着木纹下刀，这样才能成就最稳固、最美观的作品。个人的心性修养也是如此，过度的掌控欲往往带来伤害，而尊重生命的自然律动，则能带来内心的安宁与关系的和谐。我们再来回到开头的命题：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老子借这个设问，其实不仅是在批判统治者的高压治理，同时也在提醒每一个个体思考，我们害怕的究竟是什么？当一个人不再畏惧死亡时，他反而可能更自由、更坚定。而当一个社会让人们连生的希望都没有时，再多的刑罚都失去了效力。最终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恐惧本身，而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在生死之间找到尊重与平衡。这一章的最后，老子用了一个极其形象的比喻：带大匠琢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普遍的法则，人力永远不该僭越天道，制度永远不该违背自然的秩序，个人也永远不该过度掌控他人的生命与选择。这种法则并不是要我们消极，而是要我们理解到顺应比强制更具长久的力量。在今天，当我们面对社会中的刑罚制度，面对家庭中的亲子关系，面对职场中的权力结构，乃至面对自身的欲望与掌控冲动时，或许都该回想老子在这一章所说的这些话。
那是超越时代的智慧，提醒我们谨记：过度的强制不但无效，反而可能伤及自身。而如果你读到这里，可能会问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该完全放任，不去干预，不去管理？在第75章里，老子会继续回答这个疑问。他会从民生与治理的角度更具体地指出，当统治者过度压迫、过度争敛时，人民为什么会反而更加不畏死？他的思路会进一步展开，告诉我们权力与生死之间的另一层关系。所以，请继续跟随我们去理解第75章中的深刻洞见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